用500块在6个月内有翻成640千，参与这个 campaign， 你就有机会得到0.1个 BTC， 就是差不多3000多马币。喂 ，boy， 你在做什么？啊，没有啦妈，我在做 trading 啦。哈，做 trading 很危险的，你知道吗？烧到手怎么办？不要玩，不要玩，关掉，关掉！哎呀，你以为 trading 这样容易咩？你看每个人经常出来都出钱的。哎呀，trading 要懂很多东西啊，我数学不好，不要烦我，不要烦我。小小年纪就他们学人家炒股，你以为 trading 很容易啊？trading 那么容易的话，全部人都赢钱了啦，这样容易。哎呀，这种 trading 生意做不长久的啦，都不稳定的。上个月股票大跌，他输了身败千那边，玩股票不要玩了。现在经济这样不好，你还在 trading 赚钱啊？你是脑袋进水哎 ，trading 是要数学很好才可以做的，你懂吗？你数学这样烂啊，还要在 trading 里面赚钱，等久就有啦。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nson Dan 的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又回来啦。今天要跟你们讨论的就是6个在 trading 上面的迷思。刚刚我开头做的那个情景剧是不是有一点熟悉嘞？今天我就一一来点破，来跟你解析为什么这些是迷思。说在第3个迷思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 trading 的时候，我们周围的身边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姨妈姑姐、三叔公，他都会讲，trading 很难的嘞 ，trading 是要很专业，你要数学很好才会的。以我的个人例子来讲，我主观的认为，其实数学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个人数学能力也没有说到很强。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数学就是平均低空飞过拿一个60分、70分这样子而已，我没有拿到80、90分那种很好的成绩。我最低的成绩数学我还记得，我拿过一个17分而已，最低我在中学那时候我是读宽中了 ，OK 17分最低，我永远印象深刻。所以这个证明了什么？数学能力不用太好，你反而要学会去做的是你要怎样编排你的策略，你的策略要怎么执行。只有自律的去严格执行你的策略，而且你的策略是有头有理，你懂你每一个策略，你为什么做这个点，为什么你要放这个策略，为什么你要在这个点进场，这个点出场，全部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所以当你的思考路线很清晰的情况下之后，你就会在 trading 上面做到更加得心应手，反而不是数学能力重要，反而是你的执行跟规划能力。以我刚才讲的啦，在 trading 里面你只要管2样东西吧，就是第一市场情绪，再加上第二就是你的庄家情绪。当你又会策划，你又会观察这2个因素的时候，在 trading 上面你很得心应手了。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很强调规划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知道，今天在市场上面任何价钱都会突然间的变动，像这些突然间变动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清晰的 pre-plan 的话，你会每次手忙脚乱。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就很有机会做错决定。当你做错决定，就肯定到最后你是亏损出场，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事情。说这个市场情绪跟庄家情绪，如果你们真的很有兴趣更深入去了解这2个点的话，你们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然后我就会去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个课题，因为这个课题也是我最喜欢去讨论拿出来讲的。下一个第4个点，只有牛市才可以赚钱。这个迷思是很多传统市场或者是很多没有碰过股票或者是碰过一些金融产品的人，他们会跟你讲只有牛市才可以赚钱，所以他们的 mindset 就是只有牛市才可以去买股票。可是其实不是，现在这个金融市场也算是比较发达先进了，它还有提供我们叫期权，就是 option。这 option 是什么 ？option 就是你可以做多跟做空。做多的话就是市场的价钱，当市场向上走的时候你赚钱；这样做空的话是反过来，你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你可以赚钱。这样这个代表什么？这样even though经济一直陷入熊市，越跌越惨的情况下，你可以不可以做多一个选择，就是做空，用做空来赚钱。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选择做 crypto trading 这个事情，因为 crypto trading 它提供你最高100倍的杠杆，就是讲你用1块钱就可以买到100块钱 value 的 Bitcoin， 这是第一个杠杆交易。第二就是它可以做多做空，往任何一个方向，往上往下，你只要会什么，你只要会看盘，你只要懂得分析，你只要懂得计划，你就可以赚钱。不管今天经济好经济不好，人家失业也好，人家生意做不下去，开门没有人进来，没有顾客，做不到 sales 都不管你的事，因为今天市场跌也好你赚钱，市场上去也好你也赚钱。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迷思，很多人会觉得牛市才可以赚钱，可是其实在 crypto 啦，熊市是最好赚钱，因为我每次我会讲，当价钱上升的时候，它是好像爬楼梯的，可是它下降的时候，它好像坐电梯下来。如果你有注意 Bitcoin 的话，3月12号那天它从7000块，在接近1个小时以内直接跌到3000多块，直接降一个50%。这样50%，如果你用100倍杠杆的话，是一个5800赚钱的一个大好机会。当人家都在喊，哎呀我输了多少钱，可是你做空的话，你看到如果你可以放回去我的 Discord community 上面，3月12号那个是我们赚大钱的大好机会，每一个人赚了3000多%、2000多%，你可以刷回去上面看的。
OK， 牛市、熊市很简单，我只要会观察市场，我就可以赚钱。这个就是 trading 的魅力跟最性感的地方。OK， 在最后一个点就是 trader 都是赌徒。其实我不完全否认这个立场，为什么？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人可以去预测这个市场，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涨还是跌。这样既然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的话，就代表当我们在对一个不能去预测的一个东西去下注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赌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OK， 所以我不完全否认讲我们就是其实也是在赌，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心态，心态可以分成赌徒心态跟投机者心态这两个点，虽然很相近，它是一线之差，可是这两个点因为这个小小的差别，它可以区别开来，你到底到最后在trading里面是赚钱还是亏钱，这个很重要啊。你是投机者心态还是赌徒心态啊？赌的人是靠什么？赌的人是完全靠运气的，他的输赢是完全靠他的运气。他今天运气好，他赚钱；他运气不好，都输钱。10赌9输，我们知道都是开赌盘的人赢的概率更高，所以我们知道赌是一定输钱的到最后。可是投机者心态是什么？投机者他懂得用计划跟策略来去弥补，来执行他的交易。意思说什么？今天我不用真的是神准，而且我也不相信有神准的人。OK， 如果在外面市场有人跟你讲，我看盘很准啊，100%或者是90% 命中率的，我跟你讲，他不是来骗你钱的，就是他自己催眠。因为你要知道，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面没有一个完全终极 formula， 你一用了它，就是你照着走就一定赚钱。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人只要照着那个公式放进去，给那个软件跑，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了。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就是代表没有死方法可以永远用的。OK， so 一个厉害的 trader， 一个成熟的 trader， 他要训练的自己不是还要多少的 indicator， 不是，他要反而是要去训练，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怎样去编排跟计划他的策略，来去做到最后赚钱的一个目的。OK， 今天你的胜率不用很高，你只要50-50的盈利，你也可以赚钱的。OK， 我的话我也没有讲我盈利很高，我只是控制在差不多60到70%的胜率。可是我做的是什么？我控制好我的亏损，我的亏损有限的情况下，赢的时候又赢很多的时候，这样长期来讲，即使我50-50的胜率，我每次这样拉长补短，我到最后还是可以赚到我要赚到的钱。因为我每次亏可能亏一个100块，可是我是赢可能是赢600块，甚至1000块，可能是3倍、5倍，甚至10倍。这个就是投机者跟赌徒的心态。投机者有的是很高的几率，懂得去编排，懂得去策划他的策略，来去达到最后盈利的目的。OK， 再来第5个点是什么？很多人会讲 trader 是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工作，不要去做，因为他吃不饱饭，他做不长久。这个话讲对一半，为什么？对，的确它是不稳定的工作，因为它不像是你在外面打工啊，或者是做一些生意，可以预估到你每个月得到多少的收入 income。OK， 好像你打工每个月3000块就3000块，你稳稳拿了，你不用去担心。可是 trader 的收入方式有一点像什么？如果你拿一个 employee 来比较的话，每一个月拿3000，可是 for 一个 trader 他是可能3个月抓到一个最好的机会，一次过赚12000。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边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 employee 是有做就有，可是在 trader 的话是有涨跌才有赚钱，这就是我要提的点。普通市场上我们得到的收入观念是直线性的，定的，可是 for 一个 trader 的收入还是呈指数型的。只要你会做好你的财务规划，你懂怎样做你的 wallet management 跟 capital management 的话，你会发现到你的资产是呈指数型上涨。只要不要太过分的挥霍，你不要一赚到钱赚这样多你就用完这样多剩这样少，这样你怎样赚钱呢？赚这样多的时候你用一点不用紧，这个很合理，你还是要奖赏自己嘛。可是你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赚越多，越赚越多，因为你的资金一直在滚，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的那个收入是呈指数型成长。OK， 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我最近那一单我开的那张单用7天时间才关，7天时间，可是我就单那7天时间，我找到对的进场点，我找到对的机会，我直接翻我整个户口60%，OK， 60% 200多钱。可能你讲，哎呀，你是刚好有机会吗？可能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有机会给你出手的话，这样我就讲 ，OK， 我1个月出手1次赚到这样子的单，每一个月我赚一个，不要讲60%，我涨半好不好？30%就好。每一个月30%，12月多少%？每一个月30%乘12月就是360%，这个还没有包括我 compounding 啊。对我来讲，什么 trader 这个东西，你练了，你得到这个技术的话，这个技术是跟着你一世人的。你可能花一个3到5年，你很辛苦，可能你只有1000块的启动资金，你可能要1年才慢慢翻到5000或者是1万。OK， 不用紧，可是那个技术是跟着你一辈子的，然后你可以一直滚到越多的时候，你可以变成你只要按一个键，做的东西还是一样，按，你就可以赚到每一个月生活费，甚至是比人家1年的收入还更高。
OK， 不管你到最后选择的是什么行业，只要能够满足你的人生理想跟野心的话，恭喜你，你已经在对的路上了。因为你要知道，人生不只是工作，因为今天你要知道，我们赚取金钱只是一个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理想跟欲望的一个手段。如果你能用你的智慧把金钱转换成时间，从而把你的状态从生存转换成生活，那么你就真的是一个富足的人了。所以一起加油！如果今天视频对你有一些小小正面的影响的话，不要忘记帮我 subscribe、订阅、share 给你的朋友，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说每一次影片更新就会得到最新的通知。还有帮我 like 跟 comment， 我们继续在下面做交流。这里是 Anson Dan the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了，拜拜。